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赵丽颖主演11部古装剧，红了5部，扑了2部，你认为哪个最能打动你呢？在新媒体时代，流量被誉为王者。当今娱乐界普遍倡导有颜值就有江山的口号。赵丽颖已经悄悄地完成了演艺转型，并成功主演了一部正剧。当其他人都在制作质量低劣、只为追逐快速利润的电影时，赵丽颖早已成为保证电视节目收视率的重要人物。凭借一部部影视作品，她在内的娱乐圈站稳了脚跟，并成为公认的实力派女演员。从曾经连喝口水都会招来嘲笑的黑料女王，到如今成为一名备受认可的实力派女星，赵丽颖的道路一直都十分艰辛。赵丽颖目前已经主演了11部古装剧，其中有6部作品对她的事业起到了基础和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另外2部作品却遗憾地失败了。虽然没有引起太大轰动，但这3部作品也为赵丽颖积累了不少人气和口碑。男主在其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01陆贞传奇。尽管2013年风靡一时的《陆贞传奇》充满了虚构元素，而且原型人物与历史上的人物完全不相关。然而，如果我们忽略角色的原型来审视这部剧的话，这部影视作品无疑是非常出色的。不得不承认，剧中的演员不仅令人眼前一亮，而且剧情紧凑，人物角色饱满鲜活。遗憾的是，《陆贞传奇》已经播出11年了，剧中的演员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乔任梁饰演高演角色的演员早已离世，多年来，杨蓉一直扮演着金牌女配角色，饰演着萧焕云。陆贞和高湛是剧中让我们陷入沉思的角色，他们曾经结婚，但后来离婚，如今都专心投入自己的事业。另一个已婚后则经历了一段低潮，但幸运的是现在正在重新开始。凭借《陆贞传奇》的热播，当时在娱乐圈还是新人的赵丽颖和陈晓迅速崭露头角，甚至在韩国掀起了一股陆贞热潮。凭借着陆贞一角，赵丽颖也吸引了众多关注，并在次年斩获金鹰奖女神殊荣。赵丽颖可以说是凭借《陆贞传奇》一剧成名。赵丽颖能够引起如此强烈反响的原因，当然离不开她讨喜的角色和精湛的演技。男主也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众所周知， CP 感被认为是一种相当神秘的感觉。高湛和陆贞在剧中又经历了多少的难以平复的情感纠葛？高湛由陈晓饰演，他外表英俊俊秀，身上具有天之骄子的威严与高贵气质，同时也流露出统治者的冷酷外表，但内心却蕴藏着柔情似水。2个人在戏里和戏外都能被称为天造地设，有谁敢声称自己从未轻描淡写过这对？遗憾的是，02花千骨。2015年热播的《花千骨》可以算作赵丽颖的巅峰之作，让她一举跻身一线女星的行列。如果说《陆贞传奇》是她的成名作的话，小骨在前期天真烂漫，她的一颦一笑都充满了小女孩天真灵动的气息，这也很符合小骨早期小女孩的角色设定，因此观众对此毫不觉得出戏。观众毫不觉得师傅白子画展现的依赖让人感到违和，反而更让他们接受的自然而然。赵丽颖不仅拥有精湛的演技，她的外貌也为她增添了亮丽的光彩。赵丽颖早期的形象注重甜美风格，她圆润的脸庞和精致可爱的五官，以及娇俏的笑容，都为她塑造的小骨角色增添了许多优势。小骨在中期变得愁容满面，眼睛依然清澈明亮，但是眉头间却藏着难以消解的忧愁，似乎有了独属于自己的心事。演员的妆容也相应做出了改变，
不再是俏皮减龄的双压技，而是更显干练的化妆风格。花千骨在后期再次失去中黑化，穿着一身妖艳妩媚的红衣，脸上画着浓妆，以此来弱化赵丽颖的幼稚形象。赵丽颖的每一个角色变化都被她把握得非常好，这一点不得不说。这部剧之所以能够出圈爆火，成为首部网络播放破200亿的电视剧，当然离不开剧组上下共同的努力。男主角在其中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霍建华在早期塑造的老干部形象让人铭记在心，他所饰演的徐长卿更是被众多观众视为白月光。这样一个人能够扮演一个严肃正直、冷漠但又关怀苍生的师尊角色，可以说是非常合适的。两人之间的 CP 感满满，一个稳重沉静、不苟言笑，另一个娇俏灵动、甜美可人。赵丽颖凭借着在《花千骨》中的表演，成功开启了她的顶流之路。03青云志，赵丽颖因2016年热播的《青云志》再次跻身事业巅峰，她的名气更上一层楼。该剧的演员阵容可谓星光熠熠，恐怕再也无法复制这样规模的阵容。除了赵丽颖之外，还有昔日红极一时的顶级明星李某峰，其他角色在剧中也是身份显赫。杨紫如今是备受瞩目的电视与电影界的人气新星，饰演陆雪琪这一角色，曾经是备受瞩目的国民闺女。目前，新晋当红演员程毅在该剧中扮演了男主角的好兄弟林惊羽角色。在童年时代，客串演出的主角曾是当时备受瞩目的流量偶像团体 TFBOYS 的成员之一。此外，还有刘学义、任嘉伦、唐艺昕、焦俊艳等人鼎力加入。自2005年成书起，这部剧就改编自畅销玄幻仙侠小说《诛仙》，吸引了大量忠实读者的关注，外界对它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它被誉为武侠圣经，继承了后金庸时代的传承。带着书粉的身份也意味着必然会面临一定的压力。幸运的是，在整个剧组的共同努力下，这部戏的改编相当成功。直至2016年11月完结时，这部电视剧成为了首部在播期间网络播放突破230亿次的作品。碧瑶这个角色让观众深陷其中，使得赵丽颖的许多粉丝倍感难以释怀。金陵岁，碧瑶挡住了剑。赵丽颖在扮演碧瑶这个角色时，为了更好地表现出人物特质，也下了一番苦功。赵丽颖所创造的施法手势，让多少人忍不住跟风，直到现在仍然频繁地出现在众多视频剪辑博主的作品中。碧瑶的坐姿更是一时风靡。然而，男主的表现相对较弱。幸运的是，这部剧的阵容实在是非常强大，赵丽颖更是凭借实力脱颖而出。04楚乔传，群星云集的《楚乔传》虽然无法复制《青云志》的演员阵容，但也是2017年的热播剧之一。饰演特立独行的女奴楚乔，赵丽颖更是一改往日甜美灵动的形象。楚乔一生注定不平凡，从命运如草芥的女奴到胸怀天下的秀丽王。因为她在剧中扮演的角色设定较为朴实，所以赵丽颖的造型相对来说比较朴素。服装师和造型师在化妆和打扮方面也有一时的减弱赵丽颖自身的甜美，因此楚乔穿着朴素、穿着素雅的衣服和简朴的长袍，展现出了坚毅干练的气质。她高高扎起的马尾、淡淡的唇色以及有意浓重的眉毛，这导致了赵丽颖的精致度和柔美感大大减弱。一个演员应该以为角色服务，这是演员的本质。与一些女演员相比，无论她们出演何种剧目，都能展现出持久的半永久妆容，这实在是一种高超的技艺。人们普遍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实力才是最重要的。随着剧情的推进，想必观众们会更加被演员所调动起的情感所吸引。
而不再专注于赵丽颖的外貌。赵丽颖英姿飒爽，眉眼中透露出坚毅之态，令人难以将她与天真灵动的小骨、柔美端庄的乔儿联系在一起。赵丽颖做到了，她不同于普通演员，百人眼中有百种形象，千人眼中有千般风情。当然，这部剧之所以能够成为爆款，除了楚乔自身的出彩之外，这部电视剧开播仅1周就突破了300亿的大关，成为了电视剧史上的一个奇迹。每位演员在剧中都展现了出色的表演功底，从曾经奋发向前、意气风发的燕世子，变成了后来阴险冷酷的燕北王。燕洵的改变令人感到极度心痛，纯儿的天真愚笨真是让人倍感感动。从少不更事、骄纵任性的小公主，变成后来能够斩断执念、心如止水的元纯公主。元纯的转变经常给观众带来美好的破碎，这一点不言而喻。男主角宇文玥的扮演者更是让人大为惊喜，他所展现的形象并非传统英雄的典范，他在行为和处事上都受制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地位。然而这也是宇文玥最具魅力的所在之一。在逐渐接近楚乔的过程中，宇文玥亲眼目睹了满目疮痍，从而开始理解楚乔。他不再只为家族荣誉而活着，内心也培养了坚定的信念。也许这就是楚乔最终会选择宇文玥的原因。遗憾的是，制作方并没有计划拍摄完整的《楚乔传》。主演在加入剧组后才了解到剧本有3本，因此只能拍摄其中的1本半。距离播出已有7年，但我们楚乔的官配宇文玥仍沉睡在冰湖之中。冰湖梗已成为许多人的共同痛点。说实话，这部剧之能够如此热门，演员们功不可没。不然的话，今年播出的《与凤航》，好在赵丽颖和林更新的搭档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算是安抚了观众。05知否？知否知否应时绿肥红瘦已经播出6周年，成为无数网友用餐时的必备电视节目。有多少网友和我一样，已经不知道重复刷了多少遍？这部电视剧在口碑和收视率方面都取得了少有的双丰收，堪称近年难得一见的佳作。在戏剧中，人物的服饰、礼仪、台词和道具都被最大程度还原了。观影时，仿佛可以感受到千百年前北宋的风貌。故事主要围绕北宋官宦人家少女盛明兰的成长展开。借助这位身居闺中的少女之眼，我们可以目睹北宋繁华的景象，感受北宋女子的生活。这部影视剧中还融合了许多珍贵的人生哲理，这更是其难能可贵之处。在这部剧中，你可以发现有关爱情、亲情、友情、婚姻、三观以及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观看这部剧时，那些台词至今仍然令人深有感慨。例如，在重大事件面前需要保持冷静，忙碌时食欲减少，并非长寿之道。处理急迫之事时应冷静应对，面对重大事件要保持平静，面对困难要寻求改变，对待顺利之事则应当克制收敛。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取决于处理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态度。宁可在水沸之前取出火把。应该往前看的是眼睛，因为它们位于脸部的前方。在这个世界上度过一次人生，本就是要过上美好的生活。一旦踏入绝境，应当立刻掉头，不可虚度一生，否则将悔之莫及。千万不要在公众面前抱怨疲惫，否则不仅会让自己疲惫，也不会受到好评。盛明兰和顾二叔在剧中完美地诠释了细水长流的含义。可惜的是，在剧中，盛明兰和顾廷烨继承家业，一同携手共度人生。尽管赵丽颖和冯绍峰在荧幕之外走入婚姻殿堂，并期盼着新生命的降临，但最终却难以逃避婚姻的不幸结局。然而，观看二人戏中的表现，他们的默契十分出色。
06与凤航，今年备受瞩目的一部仙侠古装剧，赵丽颖和林更新的星月夫妻再次同台，向多少 CP 粉的心愿实现了。此外，这也标志着赵丽颖自转型以来，时隔6年后首次出演古装偶像剧，自首播之日起就受到了广泛关注。第1集一经播出，立即登上省级卫视收视率榜首，不到1天的时间就创下了腾讯视频最快进入热门的俱乐部剧集纪录。赵丽颖这个人物角色是不是有点太过完美，有点像玛丽苏大女主了？然而，依旧适用那句古训：铁打自身方能坚硬。道理在任何时候都在于实力。粉丝们对与凤航的支持之所以居高不下，原因自然是有的。但是，演员们的实力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能延续开门红的势头，这部剧就可能会起伏不定。作为剧中的男女主角，赵丽颖和林更新作为老搭档，他们之间的默契和 CP 感毫无疑问地展现出来。经过7年之后再次合作，两人的表演技巧不仅有所提升，而且状态也一直保持极佳，好像时间在他们身上停滞不前，完全没有流逝的痕迹。两人的互动让人情不自禁地深陷其中。当二人开始亲密的戏份时，网友们急不可耐，热度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就引起了相关词条的轰动，吸引了主角的注意。尽管存在着一些荒诞的元素，但必须承认两人的表演技巧非常出色，否则也不可能吸引观众如此深入情节。07吉祥天宝，赵丽颖的这6部影视作品都堪称是她辉煌的战绩。赵丽颖在那2部作品中遭遇了挫折，可谓是她的失利之的。吉祥天宝在2016年与青云志同期播出，但至今豆瓣评分仍然不足3.9分。赵丽颖主演的影视作品中独一无二，绝无仅有。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男女主之间缺乏默契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像是被生搬硬套、被强行绑定在一起的陌生人。即使演员表现再出色，这也导致观众仍然难以免除出戏的情况。其次，男主角的选角未能成功。这部剧的男主角是韩国演员金范启，当然，并不意味着国外演员就不能演绎出优秀的中国影视剧作品。张娜拉当时同样是韩国演员，虽然语言不通，但依然成功地演绎了古灵精怪的司徒静角色。邱瓷炫在影视剧中也饰演了许多经典角色，同样展现了她的才华。然而，所选演员的表演技巧却完全无法与这2位相提并论，台词和表情之间似乎完全不协调，给人一种十分不协调的感觉，甚至连化妆都让人难以描述。谁会相信他是男主角？如果不说他是主角呢？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部剧实际上是在以假乱真。尽管赵丽颖是主演，但女主角的配角却比主角更加引人注目。08有匪，这部古装偶像剧由2位顶级明星合作主演，再加上书迷们的支持，甚至在尚未开播之前就已经吸引了大量观众的期待。然而，节目开播后却是高开低走，远不及预期的惊艳效果。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男女主之间缺乏情侣的感觉，他们站在一起更像是姐弟关系。王一博在该剧中扮演谢允，他的表演虽有些稚嫩，但整体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他在扮演谢梅梅这个角色时，焕发出了一股无比的精神，英俊挺拔的形象与之前的严肃端庄的韩光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透骨的轻发作过后，苍白的病弱感更加强了破碎的感觉。然而 CP 感却是如此神秘莫测。其次，还有剧组随意改动和添加戏份，毫无顾忌。剧情本来非常密集，却变得支离破碎，充满了分裂的感觉。
赵丽颖一向低调的形象发文回击也就不足为奇了。赵丽颖的全球影迷后援团向有匪剧组提出了3项要求，其中包括停止魔改，给予后续的处理方案，以尊重演员的付出；拒绝对作品质量口碑进行破坏，坚持拒绝注水等不当修改行为；甚至晋江文学城拥有独特 IP 的平台，在事件的后期也参与了其中。请剧作方注意，在进行改编时，我们要求尊重合同内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魔改，可以考虑改位。毫不夸张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有匪能够获得5.6分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结语可以看出，要让一部剧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必须要求整个剧组共同努力和付出。2位主角之间的化学反应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情节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希望在开拍时，剧组能够在进行改编的同时充分尊重原著，同时在选角过程中扩大考虑范围。祝愿赵丽颖事业蒸蒸日上，再创辉煌业绩。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古装剧也是赵丽颖成长历程的见证。